运医生基于我们聊的这些危险的因素也请您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以及关心父母健康的年轻人一个非常具体的可操作的行动建议，比如说哪些人应该立刻把查肺这件事儿提上日程呢？对，之前提到的一些高危险的因素吧，就是我再进一步的把这个画像给弄得一个更清晰一些。第一个呢，就是长期吸烟的人。长期吸烟呢，是指就是通过这个每天吸烟然后达到这个10年以上，然后每年是10包每年。然后其次呢，就是有职业或者是环境暴露史的。然后长期这个接触粉尘的，或者是化学的烟雾或者燃料损伤的，还有就是慢性呼吸道症状的，持续咳嗽咳痰，或者是进行性加重后气短的，还有就是家族遗传史的，直系亲属有明确的慢阻肺的诊断的，儿童时期有反复的下呼吸道的感染的。对于这些的人群呢，就是建议呢，肺功能检查呢，就是如果说在没有症状的时候，也要提前去进行。好的，那这个画像非常的清楚了，尤其是这个吸烟指数年数和包数这样的一个相关性，那大家呢也可以自己的算一算。如果说筛查之后运医生，如果筛查之后结果发现没有问题，那是不是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不用担心了？对，也不是的，就是对于这种有危险因素，甚至于对一些没有危险因素的人，他的一个肺功能的检查也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检查。然后提到了，如果说你没有问题，那可能够3到5年之后还需要进行一次检查，因为肺功能就是刚才我说的40岁以上，它是一个高危人群嘛，但是它这个病并不是卡在你40到45岁这个点儿之后就不会得了，而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它的易感的可能性会更大。所以慢阻肺这个沉默的杀手它的养成不是一日之寒，而是我们日积月累的不经意之间促成的。从主动吸食的第一口烟，到被动吸入的这种油烟粉尘等等，从年轻时候的一次重感冒，到对于长期咳嗽的漫不关心，这些都可能在为它铺路。今天呢，我们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那些被我们误认为老了正常的信号，其实恰恰是需要警惕的警报。那运医生刚刚呢，经过剖析之后，让我和观众朋友们都了解到了防患于未然，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实呢，是很多人可能已经出现了信号了那我的问题就来了对于一个有一些风险因素，或者已经有咳嗽活动之后气短的这些中老年朋友，他到底怎么样判断自己是不是中招了要不要做一个明确的检查，还是说我自己在家里面来去对号入座就可以了呢？我这边建议呢，还是要去做医院去做一个检查的。因为就是你通过症状对自己对号入座，第一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你这个咳嗽、咳痰、喘憋，就算你有这些症状，你有可能是另外2个疾病，也并不一定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然后呢，症状上可能产生混淆。其次呢，就是就算你没有症状，你也有可能是这个病，就是早期的这个慢阻肺嘛，然后你没有症状，但是这个肺功能已经达到了慢阻肺的标准，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还是所有的这个人群，刚才那些高危的人群，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一定要去医院去做一个肺功能检查，做一个吹气实验。那这个吹气实验也很简单。您帮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个吹气的实验呢，就是这个过程呢，就是需要你夹上鼻子，然后咬住一个咬嘴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医生会让你用力吸气，然后吸到最大的程度以后，医生会让你再去使劲的呼气。你使劲的呼气的过程，然后他取第1秒，你第1秒的时候呼出了多少气体，占你整个的这个肺功能的这个整个肺的容量是多少，取决于你的成绩。你的成绩越好，证明你的肺功能越好。也就是说，它取决于你吹的速度的最开始的最快的速度。你用力的使劲去吹，这1秒之内你能吹出多少，就是你的成绩。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过程。这听起来其实不复杂，而且我没有听到这个，比如说破皮的这种疼痛感但是可能很多这个肺部的有一些这个症状的老年人他可能仍然会有点害怕，比如说，哎呀，这个医生让我努力的憋气，努力的大口的呼气，那会不会比如说很难受窒息感憋过去会有这种发生吗？
不会的，就是医生会在这过程中，就是会对你这个肺活量跟你的身高体重还有日常的状态，对你这个肺活量有一个初步的估算，它会让你在吸气的时候有卡在一个安全的时间范围内，然后你在呼气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个安全的时间范围内，同时也会有很强的一个保护措施，在现场也会有医护人员的这个监督，也会有保护措施、急救措施、吸氧措施等等这些非常安全的措施。在这过程中，其实这些措施，我客观的说，这么多年也没有用到过。然后就是正常的一个使劲的吹气的过程。如果说是有风险的人，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有严重的心理疾病，或者严重的心脏的疾病，或者说是脑梗、心梗，这些人呢，在检查之前的时候，医生就会建议他不去做。但凡是如果说是可以去做的，一般都是没有这种安全问题的。